有没有见过跳的不漂亮的拉丁舞？有没有见过跳的是一带而过的拉丁舞？我相信大家都会见过。我们不想跳成这样的拉丁舞，对吗？所以我们不只是一个花架子啊，我们不只是一个花架子，我们是要跳对每个动作当中的细节，去让我们的舞蹈变得漂亮，让我们的舞蹈跳出来好看。我们还要跳出伦巴舞的魅力啊，还要跳出伦巴舞的魅力。所以，如果你只有一个花架子，就别说内在了啊，就别说内在了。所以老师讲的其实比较细，讲了很多我们内在的知识。我们是通过动作去学习我们其中的舞蹈技术啊，学习其中的舞蹈技术。比如说原地律动，原地律动在学什么技术？原地律动在学的是我们在原地的基础上去转换重心的技术，以及骨盆摆荡转动的技术，以及我们后背肩胛骨的技术，还有手位和身体的技术。这是原地律动我们要讲到的技术。时间步呢？时间步除了有原地律动的技术，时间步还多了一个技术，叫做旁移动的技术。2 3 4，我们有旁移动。那方步呢？方步除了刚刚原地律动的技术，又多了前后移动的技术，也就是方形步有前移动的技术，有后移动的技术，有旁移动的技术。啊，定点转呢？定点转就更不用说了，定点转有转的技术，有转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动作来训练我们不同的技术。比如说，你之后要学过花步套路，你不跳移动吗？你肯定要跳移动的。你要转吧，你肯定要转的。所以，就哪怕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已经跳到花步组合了，已经跳到花步动作了，然后发现自己的花步动作跳得不好看，那想一下，是不是你基本步出了问题？我可以说大概率是你基本步出了问题，基本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基本步去训练我们的舞蹈技术，通过这些舞蹈技术，我们去展现伦巴舞的魅力，让你的舞蹈跳起来好看，让你的舞蹈跳起来漂亮。所以，哪怕你是跳广场舞，想锻炼身体，那也要跳一个好看的舞蹈啊，也要跳一个好看的舞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进阶的知识啊，聊一聊进阶的知识。好，首先从摆荡开始，摆荡这个动作。那摆荡这个动作呢，我们从外表去看和从内在去看，从2个方式去看。从外表看呢，就是看我的胯做了什么，我的胯往上做了一个中摆，我的胯往上做了一个中摆，这是外在的动作。那内在的动作是什么？我们通过中摆产生了什么作用？朋友们思考一下，我需要听到大家的答案。回答的非常好啊！说换重心的朋友，说转换重心的朋友，回答的太棒了啊！非常好，非常好啊！所以摆荡呢，我们要产生换重心以及放重心的技术啊，换重心以及放重心的技术。好，那什么是放重心呢？首先，我们的骨盆是有重量的啊，我们的骨盆是有重量的。我要通过摆荡呢，把我骨盆的重量给到我的主力腿脚掌，给到我的主力腿脚掌。所以大家看，我的胯本来在这的，然后我通过摆荡把我骨盆的重量给到我的主力腿脚掌。所以我们要通过摆荡去放重量，把骨盆的重量给到脚掌。那主力腿有重量了，我才可以用主力腿带动我的胯向后做转动，然后再重复这个工作。我的骨盆给另外一条腿重量，然后有重量的腿呢带动骨盆向后做转胯。所以我们要通过摆荡去放重量，再转胯，给主力腿重量，再转胯。所以摆荡的第一个本质工作就叫做放重心。
明白了吗，朋友们？摆荡第一个本质工作就叫做放重心。好，那我回复一下刚刚有位朋友问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问我说老师，我怎么样知道我的骨盆摆荡到位了？好，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吗？我们如何知道骨盆摆荡到位了？也就是你有没有把骨盆的重量交代给到你的主力腿脚掌？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的骨盆摆多了，我的重心就掉出去了；如果我的骨盆摆少了，那我的脚掌是没有知觉的。所以我把骨盆的重量去给到我的脚掌，我的脚掌是有压力的，我的脚掌是有知觉的。你有个东西压你和没有东西压你，你自己是能感知到的。所以骨盆给脚掌重量，这个叫做到位。这个叫做摆荡到位。所以大家知道摆荡到哪里了吗？摆荡并不是越多越好，摆过了，或者做一点点那也没到位。所以要通过摆荡去给脚掌重量，这个叫做摆荡到位。明白了吗，朋友们 ？OK， 那有些朋友可能又有点懵，说老师，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摆荡就是放重心？可以这样理解吗？我问一下大家，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摆荡其实它就是放重心？它俩画等号吗？摆荡等于放重心，是这样的吗？是还是不是？摆荡呢是一个过程，摆荡是一个过程，放重心是一个结果，所以有把过程和结果画等号的嘛，所以它俩就不是一件事情所以它俩不能画等号。摆荡是过程，放重心是结果，所以我们是这样理解的：通过摆荡的过程，产生了放重心的结果。明白了？通过摆荡的过程，产生了放重心的结果，明白了吗？所以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所以摆荡是一个跨移动的过程，摆荡是一个跨移动的过程，然后放重心呢是一个结果，所以通过过程产生了放重心的结果，明白了吧？然后我顺便多延伸讲一点点，我们除了用摆荡去放重心，我们还可以怎么去放重心？我们还可以去用肌肉支撑，看我用肌肉支撑转换到骨骼支撑去放重心，肌肉支撑，然后肌肉不支撑了，我用我的骨骼去支撑，去放重心。我们还可以怎么去放重心？吐气，把身体放松掉，去放重心。所以我们放重心，产生放重心的过程有很多种，摆荡只是其中一种摆荡只是其中一种。所以通过摆荡去放重心，明白了吗？这里是通过摆荡去放重量放重心。好的，清楚这个摆荡和放重心的关系了吧？那既然摆荡是过程，我们除了可以产生放重心这一个结果，还可以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叫做连接身体。好，什么原理呢？什么原因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明白骨盆的位置。骨盆在身体当中呢，处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中间的位置。骨盆在身体当中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所以呢，中间就代表我们就要承上，还要启下，所以我们的骨盆要承上启下，也就是要连接我们的上半身，还要连接我们的下半身。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上半身。我们刚刚其实有说过，要用骨盆去找我们的肋骨，骨盆找肋骨，对吧？骨盆找肋骨，那肋骨就是我们的上半身了。所以骨盆和肋骨产生连接，那我的骨盆就和我的上半身去产生了连接骨盆和上半身就产生了连接。刚刚我们又说，骨盆
给脚掌重量，那我的骨盆是不是要来到主力腿，我才能给脚掌重量？我在这个位置没办法给吧，过了主力腿没办法给吧，刚好在主力腿上面，我才能给脚掌重量吧。所以那我的骨盆又连接了我的下半身。所以我们连接身体呢讲3个点，一个是肋骨，一个是胯骨，一个是大腿。我们要通过中间这个部位的摆荡，让肋骨、胯骨、大腿这3个部位产生结合，结合到一起。然后这边结合好了，我这边才可以向后去做指腕动。那我这边转了，再低头看看，哎，我这边又没有结合了，所以我重复这个工作，骨盆连接这边肋骨，这边胯骨，我让我这边的1、2、3个部位去产生结合。那这边结合好了，我这边就可以向后去转胯了，然后这边又开了，所以重复这个工作就可以了。连接这边身体，这边身体向后转，然后另一侧打开，然后连接这边身体，这边身体连接好，向后转胯，另一侧打开，所以重复连接这边转，连接这边转，连接这边转，连接这边转 ，2 8 3 8 4 1 8 2 8 3 8 4 1 8。明白摆荡的原理了吗，朋友们？这样做是不是更饱满、更好看一些？而且它是集中的啊，而且它是集中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通过摆荡去连接身体啊，去连接身体。OK， 我们最后再重复一次，骨盆要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摆荡呢，我们讲发力点是前胯，所以我们的前胯要往上找肋骨，看胯骨往上找肋骨，因为它是往斜前的嘛，所以它既往上了又往前了，哎，所以我们的骨盆呢也会给脚掌重量，它俩并不冲突。我的骨盆找肋骨，以及骨盆给脚掌重量，它俩并不冲突。所以我的骨盆找肋骨以及给脚掌重量，我连接了肋骨、胯骨、大腿这3个点产生了连接。然后这边连接好了，我这边就可以向后转胯了。那我这边转胯，另外一侧打开，然后重复这个工作，骨盆连接这边身体，然后这边连接好，向后转，然后这边向后转，这边向后转，连接这边向后转 ，2 8 3 8 4 1 8 2 8 3 8 4 1 8。清楚连接身体的知识点了吗，朋友们？讲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外在，什么是内在。外在呢，就是你只知道我们要去做摆荡，摆荡，摆荡，但是不知道要做摆荡干嘛。所以内在指的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不光要产生表面的摆荡工作，我们还要产生内部的通过摆荡去连接身体，再向后转胯，连接身体，再向后转胯，连接身体，再向后转胯。所以我们要明确，我们要通过摆荡做到什么工作，这样我们的舞蹈才不散。所以散的舞蹈和不散的舞蹈做个对比，哪个好看？吊在外面的，你看骨盆摆荡，摆荡，摆荡，都不知道为什么做摆荡，和进来连接身体，找肋骨，找肋骨，所以你可以看到哪个舞蹈饱满，哪个舞蹈好看，这是乱扭，所以我们不要跳乱扭的舞蹈，好吗？清楚了吧，朋友们？我们接着往下。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骨盆找肋骨啊，骨盆找肋骨。提问：骨盆找肋骨，肋骨要不要找骨盆？要不要往下挤压？觉得要挤压的朋友打要，觉得不要挤压的朋友打不要。看到你们的答案。骨盆找肋骨，肋骨要不要往下找骨盆？肋骨和骨盆要去挤压。
因为好像挤压这个词在大家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好多人都要觉得肋骨要往下找骨盆，这个挤压在大家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看到底肋骨要不要去找骨盆，好吗？胯骨往上，肋骨往下，对吧？然后这边胯骨往上，肋骨往下，对吧？好，我做一次。2, 3, 4, 1. 2, 3, 4, 1. 我挤压了吧？2, 3, 4, 1. 2, 3, 4, 1. 好，然后我再做一个肋骨不动，只做胯骨。我把手放在肩膀上，以让大家看到我的肩膀不动，我的肋骨不动。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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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肋骨不动。2, 3, 4, 1. 2, 3, 4, 1. 好，现在再回答我一次，肋骨要不要找胯骨？肋骨要不要找胯骨？啊，不要找胯骨。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八字胯展现的是什么？朋友们，问大家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八字胯展现的是什么？告诉老师，八字胯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胯，展现的是我们的骨盆，展现的是我们的骨盆的运动。所以，如果我这样跳，你看看我跳的乱不乱？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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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乱吗？跳得乱不乱？这不是最心疼的，这不是最心痛的。最心痛的是，有一些人还美的不行的。反正我看到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老师害了他，他的老师不该这样教。我看到是很心疼的。首先，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安静的上半身，清楚的骨盆。所以看到了吗？我的上半身是很安静的，我的上半身是不动的，安静。但是我的骨盆很丰富，我的骨盆很丰富，所以我是有一个安静的上半身和一个丰富的骨盆，这叫有静有动，这叫乱扭，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要保持上半身的安静，然后去做骨盆的运动，去做骨盆的运动，清楚了吗，朋友们？清楚的话打一个清楚，打一个理解。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什么时候见过那个
别人跳舞，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舞蹈跳舞，跳的张牙舞爪的，啊，没有啊，没有，都是很安静的，都是很安静的。2 3 4 1 2 3 4 1，骨盆很丰富，但是身体很安静。没有的人乱扭啊，所以我们要保持上半身的安静，保持肋骨，让骨盆去找肋骨。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晰，我的上半身不动，骨盆找肋骨。明白了吗，朋友们？有多少人原来在跳舞的时候转胯是不感受过程的？有多少人转胯是这样的？一下就掉了。有多少人转胯是这样的？所以改掉这个问题。来听了老师直播之后，就不要这样转胯了，每一步都要感受大腿带动骨盆一点点的转动，每转动1厘米，就哪怕我的骨盆移动1厘米，我都是有控制的，我都是有大腿带动骨盆一点点的去转，一点点的去控制，大腿带动骨盆一点点的转，去控制。2 in 3 in 4 1 in， 都是要去感受这个过程，和只有结果1 2 3 4 1 2 3 4结果2个结果3个结果4个结果。所以如果我合上音乐就是 2 3 4 1 2 3 4 1， 我只有结果，我没有过程。好，接下来我感受过程，大家看看我这样跳扎实吗？2 3 4 1， 饱满吗？2 3 4 1， 觉得这样跳饱满的朋友打2个字饱满。2 3 4 1 2 3 4 1。清楚了吗，朋友们？好的，大家觉得老师讲的这一块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吗？如果觉得对大家有帮助的朋友，在群里去打3个字有帮助。